火多纳塔即将时装 5.0 塔池已经官宣，那我们把想要角色布外玩的端服大家都迷上。作为火多的首的新版本 5.0 不仅附特了万叶、雷神2位老牌人气角色，还一次迎来2位全新的限定主系，相信 5.0 up 这些角色必有深意。那本期视频就要给大家分析一波 5.0 全角色的适配人群、目前强度和抽取优先级，让大家的原始都能画在刀刃上。3点专注5价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强攻略。所以是 5.0 全新角色，咱们原神自己的鲨鱼妹马拉尼，她的输入手法和架面类似，都是通过战机启动进入特殊状态，并持续叠成卵击，就在既由自己的强化普通发动这样极大的伤害爆发，而大 R 则是用来补充范围伤害。自带的锁翼机制也可以应对一些喜欢上天入地的分段。初步来看，战地状态下的马拉尼有着原神里数一数二的兼容性和追击能力，同时技能动画也非常有创意。但既然是水系，难免会拿来和龙王做对比。从前面来看，马拉尼的出伤速率以及伤害范围都略输于龙王，同时战绩的卵击机制也使得他在体能上会比较吃推。通俗来讲，就是叠完层，龙王已经喷完一整轮了。但这种周期性出伤且末尾爆发极为疼痛的输入机制，也使得马拉尼比起那位他那种直男大吸更适合打正方反应。结合正方反应 2.0 的伤害系数，马拉尼在少抓环境下应该不会逊于龙王，纯单体环境甚至还能反超。总体来看，马拉尼的定位是一个战绩启动且符合正方反应的单体爆发型水系，在增进幻想巨狮这种单体大队较多的深渊环境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。同时 5.0 纳塔来袭，马拉尼作为自带全新夜魂机制的大吸，以及和火元素角色极强的适配性，很容易喝到火神的大汤。此外，与之前前来中探到的一样，马拉尼有着极为优秀的大世界跑图性能，出浪模式不仅移动速度快，持续时间长，前进的多人中还能进行跳跃动作，也就是能上下台阶，想去哪就去哪。其跑图性能要略大于夜兰早佑，和伞兵咸鱼处于同一档次。强化档和大世界档现在可以囤原石了，所以想在 5.0 版本登线后立马赢取马拉尼的小伙伴，请掏出你们的一吧。然后是老牌大朵万叶，作为曾经的最强辅助，万叶灵命即是完全体，无论是传统的粉色反应队，还是枫丹版本新进的龙仆水神纯色队，其表现都非常出色。虽然出道时间已经长达3年以上，但叶天地凭借着极为优秀的锯断能力加减碳增益，依然能稳坐深渊第一梯队，和水神龙王一起肩并肩飞上天。目前主流的顶配阵容中也都有他的位置，而且马拉尼既然是反应系，其配对上兴许也会有咱们叶天地的一席之地。想进一步拔到队伍伤害上限的小伙伴，强烈推荐捞一只出来。接着是咱们熟悉的城市7执政之一雷电将军。登场时，雷电将军以其惊人的爆发能力和全队充能机制，一度被称为平民最强战场主系。如今时隔3年，目前在深渊使用率上，雷神也依然接住了新晋雷系特林的挑战，和普雷海德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不过新深渊增进幻想巨狮限定属性的方式，也让纯色队的巅峰雷毒和舰队龙装不在。而且那塔后续的夜环和生命之气一样属于独有机制，所以雷电将军在整个 5.0 版本能喝到的汤真的屈指可数。处于火神的一定程度上抬到超载反应，否则雷神的上限应该就止步于前来充电宝加反应工具人了。所以 5.0 你还会抽雷电将军吗？最后是 5.0 的另一位大吸基尼奇。基尼奇的战斗方式和龙王非常相似，只不过一个是自传，一个是东传。基尼奇一旦开启战绩，就会致敬传奇复活奶妈阿特萨，甩出多索让敌人进行持续性的草原术输出，和鲨鱼妹一样，基尼奇同样是常规形态对单优势，同时大招龙息喷射可以补充对群伤害，整体而言还是更偏向于单体吸一点。不过目前的超级角色在有 4.0 版本调色加盟下，基本上不用多于担心对群方面的问题。同时基尼奇作为纳塔 PV 中唯一的超级角色，大家也会成为调色最佳前台草系。如果你有调色，那么非常建议入手一个基尼奇。以下是5家为得了玩家准备的抽取建议。对平玩家和强档的抽取建议是：万叶大于马拉尼等于基尼奇大于炼将军，所以 5.0 你想抽谁呢？希望大家能点个3连一起冲上热门，拜托了，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